天来聊聊勤农电机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题材了。勤农电机科在这里，你可以开启创新的未来，学习最实用的水电与自动化技术。今天就让我们带你一探究竟，看看这3年精彩的学习生活。首先，我们会来到高一的实习教室。刚进入高一的新同学们，我们在1年级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校会辅导大家考取人生中的第一张专业证照，那就是丙级室内配线证照。这张证照会教你如何凹管和拉线，这些都是日常生活最实用的技巧。这些都是电机领域最核心的基石。在1年级的电工实习课程中，我们一定会学到日常常见的电路，像是家里楼梯灯的控制方法，这就是著名的双切开关原理。当你在楼下按下开关时，电灯就会亮起；走到楼上按下另一个开关，电灯就会熄灭。这种在2个不同地方控制同一个电灯的设计，非常考验大家的思考与配线逻辑。为了让大家更容易理解这个概念，我特别制作了一个实体模型。因为我现在是用后置相机录，所以我看不到我的画面，也没关系啊，看清楚这个就好。OK， 但是这个我这边做2种开关，一种是单切开关，一种是双切开关。那单切开关，有没有看到这个？只有单切开关，这样的不舒服，就是一个开关封住盏灯。那接下来就是关键，就是在高一室内配线当中会学到的双切开关。双切开关什么？假设今天你在楼下，这是楼下的灯，你要把它开起来，因为你可能上去看不到路，开起来。走到楼上之后，我要把它关掉，我也不可能从楼上就跑下来把它关，所以呢，假设这是楼上，这样就关了。那一开一关，一开一关，到时候测试就这样子。那当然，开关一样吗？它不一样。怎么分辨呢？大家看。OK， 这个呢就是我拿的开关。那如果你要从正面分的话呢，当然正面不准，你等一下，现在晃，我现在晃了，装下多远 ？OK， 好，这样子，应该就不会晃。OK， 当然从正面看不准，但是如果你要从正面看的话呢，可以教大家，完全没有任何标示的就是双切开关，就是2个开关控制一盏灯的双切开关。有一个黑点就是，今天会遇到一个 bug， 如果是荧光开关呢？有没有前面是荧光的啊？怎么分？那这时候就说转过来，转过来之后呢，单切开关就长这样，这是共同点，这是共同点。这边这样子的时候，两边不是导通的，一按下去的时候，两边就导通起来，就有电。就那么简单，单切开关就是那么简单。双切开关呢是013，有没有看到013？0是共同点，13不是共同点，所以这个时候呢，0它就跟3通，不对，这个时候0就跟1通，对，一记没错。按下去之后，0就跟3通，0就跟3通，所以这样子不断的组合切换当中，你一定会得到一个组合的结果，称为双切开关。那双切开关，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线路，它需要一个双切线配上一个灯线。当然了，我这边没有配管，你高一是必须要配管。然后先跟大家讲，我这个是没配管，因为我身边没有板，这是临时做的一个线路给大家看。那双切线呢，就插这里，13这里。那呢，双切开关它不就2个嘛？一边插火线，就是有电的。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那个220的插座里面有跟大家讲过火线。那另一边就是插灯线，所以火线接到这个电的时候，
它要么透过黄色的任何一条线路，像是今天这边双切开关，双切开关，它进来之后，不要先断电，不很可怕，把电掉，那好的，我把它拉起来 ，OK， 大家来看一下哈，这就是一个双接线啊，这个是避免火线变过来给单切开关用啊，这个我们不要管它，反正就这个火线进。然后双切线的过来，所以我这样子不断切换过程当中，这边一定会跟某一条黄线通。我们再看过来，然后在跟某一条黄线通的时候呢，过来，它要么就是这个双切开关没有切过来，它就暗；要么双切开关切到了，它就亮。我这样讲你们听得懂吗？对吧？就是依照我刚刚的逻辑，所以要么这边的绿线也是一样，要么跟某一条黄线通，如果不通的时候它就是暗的，通的时候它就亮，就做成了可以一开一关一开一关的亮。懂了吧？懂了吧？懂了啦。好，不懂反正你们进去就会教你嘛，对不对？我第一次教这种，敬请见谅啊！如果听不懂的话。另外，在高一的基础配电实习中，控制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工具。这个控制箱外面看起来像个铁箱，打开来里面有各式各样的电机元件，像是无熔丝开关与电池接触器，还有按钮开关与红绿色的指示灯。老师会教大家如何看懂配电图，并且一条一条线将它们连接起来。这是在学习最基本的工业配电控制。在我们动手连接这些线路时，大家最担心的就是接线错会走火啊。不过学校的实习控制箱非常的安全，里面设计了3重安全保护开关，就算不小心接触了线路，控制箱也只会亮起警示灯，模拟短路，绝对不会在现场发生爆炸或是触电。这种保护装置能让大家在练习时免去对电力的恐惧，可以放心的尝试与找出错误，进而快速提升自己配电的功力。以及电机科还有做一些防护措施，所以大家就可以在安全无虑的环境下，一边动手操作，一边快乐学习。这也是电机科最重视的实作精神。再来会从最基础的理论与实作开始，学习基本电学与实习课程，认识电阻、电容与面包板的运作，这些都是电机领域最核心的基石。接着，我们来到高2的实习厂房。升上高2之后，课程会更进一步，我们开始接触到电子学实习，还有现在最流行的智慧居家控制，像是智慧家电的电路设计，也包含自动控制与机电整合。高2我们要挑战的目标是考取丙级工业电子证照，这会让你深入了解工业控制的线路，培养更专业的实作与除错的能力。此时学到的技能已经能对接工业需求。到了高3，我们学习的方向会朝更精密且资讯化的领域迈进。这时候会学习微处理器控制，像是热门的单晶片开发版应用，还有撰写程式来控制自动化机械。在高3，老师们会全力的辅导大家挑战高难度的乙级数位电子证照。这张乙级证照在业界的含金量非常的高，需要自己设计电路，并将程式线路烧入到晶片中运作。除了平时的课堂学习与考照之外，学校也非常鼓励大家挑战自我，报名参加全国中等学校技艺竞赛。在学校的选手室里，会有最专业的指导老师1对1带领。如果能在竞赛中获得金手奖，更有机会直接保送国立科技大学。
朝向更高的学术殿堂迈进。当你从奇农电机科毕业出社会后，这3年所学技能将让你终身受用。你可以选择从事居家水电与室内室外的装修工程，也可以进入大型工厂，负责维修与设计自动化设备，或者是进入科学园区，担任半导体或电子产业的技术工程师。无论你想走入传统水电业，还是投身最前沿的高科技产业，电机科都能给你最坚实的就业保障。这就是旗山农工电机科充满多元实用又易学的课程，跟着学长与老师的步伐一起前进。欢迎加入我们电机科的大家庭，谢谢大家。